宫变中，我被攻略对象拉去，为他挡了一剑。系统去回收这具身体，在一片狼藉中撞上了抱着我尸体哭的辛蒂。他拍了拍我灵魂的脑袋。坏消息，你只能换个身体用了。好消息，新的气运之子好像很好攻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我死了，为废太子挡剑死的。他是我的攻略对象，不过我没能攻略成功。气运消散，宫变中，废太子走到了穷途末路，被七皇子谢沉渊斩于剑下。谢沉渊第二剑才刺到他，第一剑刺来时，废太子将我拉到身前，挡下了，一剑穿心，鲜血喷溅出来，染红了我身上的素裙。系统捂住我的眼睛，及时地将我的灵魂抽离。我失去了知觉，没感觉到疼痛和恐惧。再度醒来时，是系统带着我的灵魂去回收我的尸体。走吧，那个身体捏得很好，补再洗干净，还能接着用。我跟着眼前的光点漂浮在皇城上空。远远的，我听见谢沉渊身边的幕僚说：“则好歹是手足，陛下本想留他一个全尸的，真是不识抬举，竟敢拉人挡剑。现在好了，东一块西一块的，捡都捡不起来。”城门下的血蜿蜒成了一条小河，腥气冲天。我不敢再往前走了，戳了眼前的光点一下。你去吧，我害怕尸体。万一我也东一块西一块的，怎么办啊？系统很无奈，那只能再捏一个了。我蹲在宫门外等，无所事事，开始胡思乱想。我是系统捡来的孤儿灵魂，他给我捏了个身体，把我养在他的一个小世界里。长到18岁，他跟我说得换个世界养你了，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是个神经病。我听不懂，他给我解释，每个世界都会有气运之子，如果气运之子有问题，世界就会崩塌。挽救的方式是攻略那个气运之子。系统找不到自愿的灵魂，整天愁眉苦脸，本体的光团都变得皱巴巴的了。我举手，我去啊！于是我就成了太子的青梅，武阳县主裴书瑶。攻略对象果然是个神经病，他不喜欢我，仗着自己是太子，天天给我脸色看。我给他送亲手做的点心，他转手就扔给了谢沉渊。那个女人给的，我看不上，给你了。一次羞辱了2个人。谢沉渊那时候很可怜，跟着他母飞在冷宫里，饭都吃不饱，地上的点心脏兮兮的，他还是捡了。我生气了，下一次有好东西的时候，绕过了攻略对象，直接给了谢沉渊，没有中间商赚差价。系统巡视战场回来了，他拍了拍我的脑袋，意味深长。坏消息，你只能换个身体用了。好消息，新的气运之子好像很好攻略。光团变大，把我的灵魂提起来，向城郊走去。我问，新的气运之子是谁？他答，谢沉渊。我哪里好攻略了？他都把我前一个攻略对象日第一声打成糊糊了。我作为他仇人的未婚妻，下场肯定也很惨，身体都拿不回来了，肯定也东一块西一块的了。我很悲观地陷入了沉默。系统飞到河边，挖了一块淤泥，团吧团吧，开始捏了。悲伤暂停。我说，给我捏个圆头，再加固一下。我的头本来也是圆的，但泥巴捏的身体太软了，啪一下睡扁了。还有，捏个直角肩。系统说，溜肩穿古装更好看。那好吧。我想了想，又问，可以给我垫个鼻子吗？系统说，你懂不懂古典审美啊？别说了，我有自己的节奏。我闭嘴了。系统捏了半天，捏出一个人形，很精致漂亮的人。裴书瑶整容版。我钻进去，坐在河边，对着澄澈的河水照着自己的面容，有些怅然，都有点不像我了。系统洗干净手，像不像的先别管，你不觉得这是我的炫技之作吗？我点头。那确实。系统给我安排的新身份是尚书一女，这次叫林书瑶。新帝登基前便没有成亲，如今后宫空置，有不少大臣想往里塞人。林尚书没有女儿，但也想凑这个热闹，于是他认我为义女。
我的名字被写进名单，送入了宫中。听说谢沉渊将礼部给的名单丢了出来，独独提到了我，我有些忐忑。我那便宜义父下朝回来，对着我唉声叹气。陛下说这名字不好，犯了忌讳，得改。我的名字成忌讳了，这下是真的坏了。上一个攻略对象我还能天天见到，这一个不仅见不到面，他听到我的名字就要我改名，真是看不见一点胜算。义父问我想改什么名字，我说随便吧。于是他报到户部，将我的名字改成了林随便，这就又有点太随便了。算了，先不管了。过了很久，我又找到了入宫的机会。谢沉渊要礼部去挑一批人入宫抄经书祈福，我又报名了。这次林随便这个名字成功的通过了审核。入宫前，义父认真的叮嘱我，不要穿素色，也不要穿太艳丽的颜色。什么规则怪谈？祈福不穿艳丽的颜色我知道，素色也成禁忌了吗？太可惜了，我有这张清丽的脸，最适合穿素色了。我带了几套湖蓝色的裙子，冲了。第一天，跪在佛堂，敲木鱼，抄经书，咚，功德加一。第二天，继续吃素，敲木鱼，咚，功德加二。第7天，有人忍耐不住了，被送进来的都是出身名门的贵女，奔着做后妃去的，哪会甘愿在这抄书？她很有心机与门路，当初进宫时就买通了嬷嬷，偷偷带了一身旧的素衣。夜色渐沉，我交好经书，准备去偏殿休息，却见她悄悄将沉重的朱门开了一条缝，一身素衣，木簪挽发，不染纤尘。她一只脚迈了出去，我迟疑了一会儿，小声叫住她，我听说陛下不喜旁人穿素衣。她回眸对我隐秘一笑，那是你们？我知道一些大家不知道的。好吧，我兀自回去了。可是第二天却听到了她被逐出宫的消息。御前失仪，谢沉渊给了她一套宫女的服制，让她换了。那套素衣被烧了，她被打了20大板，皮开肉绽，命是保住了，但也许往后都不良于行了。我抄经书时魂不守舍，顺便为她祈福一下吧。监督我们的嬷嬷被换了一批，听说原来那几个嬷嬷也去领罚了。谢沉渊一怒，牵连了很多人。新来的嬷嬷很严苛，她要我们将佛堂清理得干干净净，还要每天沐浴焚香。我真的感觉我要出家了。轮到我清理佛堂那日，我将佛龛擦拭得很细致，却在它的背后摸到了一小块凸起，来不及思考，手已经摁了下去。佛龛腾空，露出底下台阶。我正手忙脚乱要掩盖这一切，偏殿已传来嬷嬷的脚步声。一着急，一脚踏了进去，头顶的木质地板合上了。我想，我可能又要重开了，又可以让系统给我整容了。地下有些冷，我吹亮了之前藏在袖中的火折子，看清了这里，很空旷的地方，中间有凸起的高台，高台上摆着一个透明的冰棺，冰棺里是我的尸体。过去许久，那具身体丝毫没有变化，身上的血迹被清理干净。我穿着崭新的鱼白色襦裙，金线绣的花纹与衣料都与我那日穿的别无二致。末发被一只木簪挽起。当时谢沉渊夜闯宫门，我没来得及好好梳个头，就越过千军万马赶过去了。木簪是谢沉渊为我雕的，他给我的回礼，这是除了系统以外第一次有人送我礼物。我会好好珍惜别人的礼物。那只簪子粗糙，戴了许多年，还变旧了，但我每天都用它挽发。赴宴时也是一样，废太子常常笑我穿名贵的衣裳，却带着这朴素的木簪，不伦不类。我一时愣住，原来我的尸体没有东一块西一块的，而是一整个在这里。谢沉渊要做什么？我靠近高台，突然撞上透明的丝线，丝线一头悬着铃铛，我一动便响起此起彼伏的铃声。身侧又有一扇暗门开了，有人举着烛台，越过又黑又长的地道，走到我身后。我垂下头，余光里看见玄色的衣角，
金线绣着龙纹，是谢沉渊。他站在我身后，声音低沉阴冷。又是谁派你来的？丝线被牵动，勒紧我的手腕，我一点也动弹不得了，只能等着他不紧不慢地绕到我身前。烛台照亮了他的瞳孔，与瞳孔中倒映的我的脸。他意识怔住了。这保命的几秒里，我疯狂解释，没人派我来，真的。派我来的是系统，非人类。诚实这一块。他没说话。我碎碎念，我真是不小心进来的。我很老实，扫地都是所有人里最干净的，你问问就知道了。随便说点吧。不行就重开。谢沉渊还是不说话，变哑巴了。他低下头，用烛台上的火苗去烧这些丝线。丝线断裂，我终于解开束缚。他用指腹揉了揉我被勒出红痕的手腕，手腕酥酥麻麻，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他不对劲，他有问题。我浑身僵硬，缓慢地抬眼。他说，我信你。你现在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场面真的很尴尬。旁边躺着以前的我，这里站着现在的我。眼前的新帝还一剑捅死了我，又把我的前未婚夫细细切作臊子。虽然前未婚夫得到的是应有的报应，想起那满地的血，我还是有点怕他，掌心都是汗。他单手捧着烛台，低眉，借着这点光注视着我。烛火被他的呼吸扰乱，微微晃动。他很有耐心，等着我回答。我对上他的眼睛，有点难以启齿。林随便。我又补充一句，吏部尚书之女，入宫祈福的。谢沉渊很轻地笑了一下。很特别的名字，看样子他已经忘了那个被他逼着改名的林书瑶了。我有些烦闷，本来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他看见我这副模样，又不笑了。我送你回去。上去又是另外一条密道。谢沉渊走在前头，他将烛台挂在墙壁上，去博古架上取了盏风灯点燃。我不敢靠他太近，小步跟在他身后。他刻意等我，又放缓脚步。走了一炷香的时间，都没走出暗道。我想起很久以前，废太子知道了我给谢沉渊送东西，大发雷霆，把我和他都丢进了废弃的宫殿。那天浓云遮月，宫殿黑漆漆的，没一点光。谢沉渊才8岁，我让系统出来发个光。照理来说，只有我能看见系统，所以我牵住了他的手，让他跟我一起走。路不长，只是有些绕。他走在我身边，看不清，险些被门槛绊倒。于是我又小声提醒他抬腿。我说，你可以信我。可宫变那天，我还是站在了他的对立面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他到底为什么要保留我的身体？他要是厌恶我，应该把我处理掉；如果不讨厌我，也该让我下葬了。我还没想明白，就已经走出了暗道。佛堂的嬷嬷急得不得了，四处找我。他看见了走在谢沉渊身后的我，立刻跪倒在他面前，吓得面色惨白。谢沉渊挥挥衣袖，让他起来了。他说，我没为难过他们。我不太信，所有人看起来都很怕他。越过佛堂，他领着我向前走去。宫道上的太监宫女一一退开，不敢直视天颜。我现在是皇帝了，得立威。有人明着犯我的忌讳，当然要处理，杀鸡儆猴。他意有所指，我不会和废太子一样滥杀无辜。哦，说的是之前被逐出宫的人。他好像在解释，他不是坏人。我们停在了一座宫殿前，朱红的牌匾上写着3个金字蓬莱殿。他总是冷着脸，不爱笑，线下却微微扯着唇角，带点温柔的感觉。因为笑得太勉强，像哭。日后你住这里好不好？不喜欢也可以换。我点头。好啊，我很随遇而安的，毕竟我叫随便。谢沉渊很轻地舒了一口气。好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晚些再来。我才发现，他白皙的手背上沾染了墨迹，原来是奏折批一半就来了吗？谢沉渊把祈福的贵女送出宫了，他们每个人都得了不菲的赏赐。他还给我下了一道旨意，让我自由改名，可以改回林书瑶。
也可以改名叫谢沉渊，什么都不用避讳。那我要改的他爸的名字。算了，开玩笑的，我要叫林书瑶。瑶是系统给我取的名字。在一片无垠里流浪的时候，他问我要不要跟他走。我3岁，没人叫，说话含糊不清，要。然后我就被取名瑶。前面2个字只是装饰，瑶才是我的本体。虽然不明白谢沉渊为什么突然性情大变，但攻略也算有点进度了。我开始走下一步，不管是攻略谁，我都只会套公式。回想一下，以前是怎么做的。第1步，认识。第2步，烤我的小点心。第3步，爱吃不吃，不吃我给谢沉渊吃了。第4步，直接给谢沉渊吃。蓬莱店也有小厨房，我去揉面团了，拍拍打打捏捏，发酵，上炉子，烤了10个桂花酥。我尝了尝，自己就吃了3个，剩下7个，单数有点不好听，再吃1个就去打包送给谢沉渊。黄昏，我拎着装了2个桂花酥的食盒去找谢沉渊。宫里的路我走过很多遍，早已烂熟于心。谢沉渊在训人，店外跪了一大片人。守在店门口的公公说我可以进去，我进去了。谢沉渊的幕僚站在他身侧，和他说话，见我入内，便安静下来。我寻思着得懂点礼数，我也跪一个，膝盖还没落地。谢沉渊从上面跑下来了，大手一伸，把我捞了回去。不用跪。好，我挺直了腰板站着。军训吗？有意思。幕僚的瞳孔震了震。陛下，这是……谢沉渊又去给我拖了张带软垫的椅子，把我按在椅子上坐下。他接过我手里的食盒，坐回去了。盒子一开，里面有2枚桂花酥。谢沉渊吃了1枚，眼睛都红了。隔壁家小孩都被馋哭了。我很满意他的反应。我就是厨神，中华小当家。幕僚急得上蹿下跳。陛下，还没让人验过。他悠悠叹了一句，吃死算朕倒霉，时运不济，命该绝了。你可以先退下了，这件事就照你说的去办吧。幕僚退下前，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系统说的没错，他真的好好攻略啊。但仔细一想，我又有点烦闷了。一个长得很漂亮，还会烤点心的人，就能把他拿下了，真不值钱。我以前也对他挺好的，把我刺死就算了，他还让我的身体孤零零地躺在那，也不知道给我风光大葬。我左右脑互搏，又郁闷地低头。系统也说我可能有点 ADHD， 思维很跳跃。谢沉渊看着我，又不继续吃了。瑶瑶是不高兴了吗？还好把名字改回去了，不然按照现在这个叫法，他得叫我便便了。思绪被打断，我又不烦了，抬头对他笑了一下。没有啊。谢沉渊也对我笑了。他都笑了，那我为了礼貌也得继续笑了。笑成了2个傻子。他到底怎么打过废太子的？我陪着谢沉渊批了一会儿奏折，玉漏声声，夜幕垂落。我做也做累了，跟他告辞。他为我披了一件披风，我送你。披风上都是他的味道，雪松香气，冷冽又静谧的感觉，很熟悉的味道。走到店外，人潮退去，寂静无声。他轻声问：“可以牵你吗？”我呆了一下。好问题，可以吗？我是攻略者，按道理说是可以牵的，但我有些莫名的怅然，他只把裴书瑶当普通朋友吗？这么快就有新欢了？我埋头想着，披风被掀起一角，他微凉的指尖轻轻触碰到了我的手背，很轻的蹭了2下。我浑身一僵，忘了躲开。他慢慢地将掌心附上来，手指收紧，与我十指相扣。咋这样？我抬眼看他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谢沉渊将我的手往他那边带了带，手腕贴近。你不说话，我当你默认了。我脸颊发烫，不敢让他看见，又垂下头。咋这样？欺负我们老实人？我就这样被他牵着，慢悠悠地走了一路，走到店门口，他不肯松手，俯身问我：“瑶瑶想要什么封号？你要干嘛？”立后。他说：“
这有点太快了吧？我不说话，他垂下眼，自顾自地说：“是有些快了，我太急了。”谢承渊叹了口气，很有分寸感地走了。我坐在殿前的台阶上，把系统叫过来。一个光团窜了过来，在我身边停下。我就说他很好攻略吧，他已经上钩了。我抱膝坐着，抬头望月亮，有些惆怅。他好不值钱，只要是漂亮还会做糕点的都行。系统，他漂浮起来，凑到我面前，瞪大了光圈。你不知道吗？裴书瑶的身体没拿回来，是因为他抱走了。他当时流了好多泪。傻瓜，他可能喜欢你啊。我也跟着瞪眼。不知道，你没跟我说他哭了。我们大眼瞪大眼。系统犹豫的出声，所以他把你当做你的替身。我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这不能吧？现在这张脸是以前的 Pro Max 版，也没有特别像。系统说，脸6分像，神态10成像，足够了。我和系统双双陷入沉思。谢承渊不可能认出我是裴书瑶，毕竟这里是古代，而我的尸体还在他那里放着。系统说，我先把手边其他的事情放一放，去看看谢承渊到底是怎么想的。次日早，谢承渊已开始处理政务，我还在睡觉。系统将我的灵魂短暂地抽出来，拎着我越过重重宫阙，穿进了谢承渊的殿中。昨天那个幕僚又去求见了谢承渊，他姓柳，曾是谢承渊的最信任的幕僚，如今是朝中最年轻的尚书。柳尚书眉头紧锁，陛下，虽然林书瑶与武阳县主却有几分相似，但到底不是他。从前也有人送来比他更像的，为何偏偏要他？我和系统对了个眼神。嘴踢来了。谢承渊翻了一页奏折。你不懂，皮囊而已，朕不在意。系统跟我开玩笑，白给你捏那么好看，并非白给，我自己看着高兴。排除法已经排除掉了一个原因。这个时候嘴踢又发问了，难不成是性格像？谢承渊看他一眼，有些无奈。别猜了，朕只要这个人。柳尚书满脸不可置信，只要他？那如果县主没死呢？他很快就自觉失言，作势跪下。谢承渊没让他跪。裴书瑶不会回来了。他说，世间只有一个瑶瑶。时间到了。系统把我塞回了身体里。再久一点，别人要以为你死了。我还没来得及思考，骤然被放回去，又陷入片刻的混沌，一不小心就接着睡了。谢承渊又入了我的梦。他逼宫前的那一年，仲冬大雪，谢承渊已经封王出宫，他为我做了件狐裘，送到府上。那时我在试嫁衣，听见谢承渊来了，盖头一掀，就提着裙摆跑了出去，越过大雪覆盖的庭院。绯红的身影映进了谢承渊的瞳孔里，他对我弯了弯唇，抱着怀中的礼物，又有些怅然。非得是太子吗？我犹豫了一会儿，很小声地告诉他，不一定，我也不喜欢他，但我要嫁的人得是天下之主，这个世界的气运之子。我那时候并不明白成婚意味着什么。系统对我很好，没让我吃过什么苦头。所有的攻略，他只让我当做剧本杀去体会。太子从前欺负我的时候，他会屏蔽我的痛觉。我不觉得攻略人是一件大事。谢承渊说，好。当年太子骑马时摔断了一条腿，婚期推迟。再后来，太子母族做的恶事败露，抄家灭门，监刑的是谢承渊。他坐在高高的台上，一身玄衣，面无表情地掷出手中红色的令签，人头落地，鲜血流了一地，染红了地上的积雪。他根本没那么温良。我缓缓睁开眼，谢承渊就在我跟前，他的手背刚从我的额头上移开。瑶瑶睡了这么久，我以为你病了。我尴尬地笑了一下，我是纯困。谢承渊替我掖好被角，那继续睡吧。他看着我，我睡不着。你怎么来了？来看你。谢承渊说了一句废话，他将奏折都带来了。我要看着你，才觉得放心。我呆呆地盯回去，为什么要看着我才放心？
他说怕你再离开。他知道啊，他知道我和裴书瑶是同一个人。我猛地抬眼，满眼都是讶异。谢沉渊喉咙里溢出一声低笑，原来瑶瑶也还记得，之前是装作忘记了啊。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都换了身份了，还能自曝我是裴书瑶吗？我坐起身，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谢沉渊俯身拉过我的手，贴在他的脸颊上。他比我高，这个姿势压迫感十足，像把我笼罩在怀里。他的眼神却像示弱，水雾氤氲。因为我太想你了，每一日梦里都是你，你只要一出现，我就认得。瑶瑶，我再也不敢用剑了。我的手像被烫了一下，想抽回，又被他攥住。可是我们重逢的时候，在我的尸体旁边。谢沉渊很认真地纠正了我，那不是尸体，那是你用过的身体，盛放过你的灵魂，沾染了你的味道。我把那具身体放好了，我想，万一你还想用，你可以直接回来。真是越说越变态了。尸体突然站起来，不吓人吗？他摩挲着我的手腕。我知道你会回来。谢沉渊说，我见过光，你给的。那夜，你带我走出去后，我看见了你身上的光，那是我的系统。谢沉渊喃喃，他跟你说什么气运、太子，我都记下来了。原来你是为了这个而来，系统来凑热闹了。他蹲在烛台旁边，假装自己是烛光，小声跟我说话。他骗你的，你死那天，他可伤心了，血吐了2大口。你回来了，他现在才有心情坐在这里说话。怎么有2方同时跟我说话？双声道，我要聊混了啊。我艰难地理清思路，问了一个他俩的共同话题。你是怎么看见我身边光团的？系统说，其实他只见过我几次。第一次，他动了取代你上一个攻略对象的念头。后几次，他夺得了大量气运，借着气运的波动，看见了我。现在气运稳定下来，他就看不见我了，也听不见我说话了。系统说了这么一大串，谢沉渊果然毫无反应。他正要开口，我道，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正确答案了。再说下去，我头都要大了。谢沉渊欲言又被迫止，眼神有些委屈。他说，我做到了。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什么？谢沉渊将沉甸甸的玉玺放进了我掌中，成为天下之主。好东西，偷了，把自己封为新的皇帝。我捧起冰凉的玉玺，给我了。谢沉渊轻轻地笑了一声，给你玩也行。瑶瑶，你说过的，你要嫁天下之主。他亲手将放在袖里的绢帛展开，是很长的丰厚诏书，都是溢美之词，像被他写成了情书。诏书上尚有他的体温，他的手掌附上我的手背，有些热的呼吸洒在我的脖颈上。你自己来印，好不好？靠得太近了。我面红耳赤，手一抖，章就不小心印了下去。谢沉渊迅速地抽走诏书，生怕我反悔。瑶瑶，你答应了，婚期就定在下月初8吧，下月有个好日子。真是吉吉国王。我和谢沉渊认识好多年了，等待婚期的时候，却还是很忐忑。系统陪我说话，没事的，你要是对他不满意，我再带你走就好了。也不是这个，我脑子里冒出点奇怪的东西。我抬手捂住自己的眼睛，我做他的皇后？我怎么做他的皇后？我们都那么熟了。系统，咋这样？你跟他难道如兄弟一般吗？我的手又放下了。那倒没有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的身边只有系统。到后来转变身份，成为了裴书瑶。废太子总欺负我，旁人懂得看他脸色，跟着冷落我。只有谢沉渊和我做朋友，我们2个一起被霸凌，也算是一种难兄难妹。我又问系统，你想我和他成婚吗？他说，理性上是想的，感性上是不舍的。哎，我们抱头痛哭。系统突然开口，你知不知道，有些问题会遗传，他哥有，他很可能也有。我一时愣住。废太子脑子有问题是共识了，他暴虐，爱杀人，阴晴不定，
总是发疯。谢沉渊也会吗？他说，不知道吗？看来他瞒你瞒得太好了。当然，我也不是说他坏话，我不经常关注他，你可以自己去看看。深夜，我提起一盏灯，去了赵玉。没人拦我，只是层层通报。我见到谢沉渊时，他已经洗干净了手，身上的玄色披风有深色的印子，像溅上了水，有腥味，那都是血。他脱下披风，身边的太监捧着他的披风出去了，只剩下我们2个人。瑶瑶怎么来这种地方？这里不干净。我盯着自己的脚尖，调查你来了。刚刚一路走来，我都看见了。那些被他关着的人，血肉模糊。他叹了口气，都是废太子的走狗，有些你也认得，罪有应得。他用微凉的手触碰我的脸颊。瑶瑶，我没让人拦着你，我也想对你坦诚，我和废太子身上流着一样的血，我也是傻，但我跟他不一样，我有理智，我不会滥杀无辜。你讨厌他，我不会变成他那个样子。也曾有人借着和你相似的脸来诱惑我，我没动他，我把指使他的人杀了，放他走了。我知道这件事情，自那以后，再也没人敢起这种心思了。毁掉的不是手上精心培养的棋子，而是自己。他说我会做个好人的，瑶瑶。黑化堕落很简单，权柄在他手里，他生杀予夺。他没有那样。谢沉渊的权力是杀出来的，他受了很多年的欺辱，直到16岁封王，去了边疆历练，拿赫赫战功压过了从前的太子。这一路很难，但他没变成暴君。我叹气，我信你。谢沉渊抱住我，一滴泪落在了我的颈窝。我和谢沉渊成亲了，他为了此事大赦天下，他常常让我陪他一起处理政务。他确实是个宽仁又不失威严的皇帝，赏罚分明，不做荒唐事。他已过弱冠之年，但膝下还没子嗣。皇帝不急太监急，我也略有耳闻。系统蹲在太液池边上，折了个柳条，沾满泥点子，问我，你和谢沉渊要几个小孩？给你甩出来。我下巴惊掉，不能用捏的吗？系统说，捏不来，很久没捏小孩，忘记比例了。我说，甩出来的我一个也不要。系统叹气，麻烦。他捏了半天，捏出一个精致的婴儿，出生即带全装。怎样？一半像你，一半像谢沉渊。我，呵呵，不怎么样。太惊悚了。系统叹气，真难伺候。性别呢？要不要搓一根？太猎奇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想玩泥巴就直说。系统正色，泥巴不够好玩，等我给他上个色，你抱去吓唬一下谢沉渊。我抱着襁褓走入殿内时，谢沉渊立刻起身了。这是……我微微一笑，把襁褓递过去。我们的孩子，谢沉渊。他差点晕了。我坐在他身上，猛掐他人中。醒醒，刚刚是幻觉。系统及时把他的旷世之作小泥巴娃带走了。谢沉渊扼住我的手腕，眼神深情，像有漩涡。瑶瑶很喜欢小孩。不喜欢。我说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恐怖谷效应。他把我拉进怀里，吻我头发。不喜欢就不喜欢吧。我被他抱起来，向床榻走去。我勾着他的脖子，惊慌失措地在空中蹬了2下腿。你干什么？谢沉渊答非所问。我喝药了，避孕的。我……什么配方啊？一个个的，怎么都这么雷人呢？谢沉渊番外，裴叔咬死了，死在他的剑下。废太子将他拉出来挡剑，他没来得及收剑，一剑穿心。温热的血洒在谢沉渊的脸上，他却觉得浑身冰凉，提剑的手都在抖。废太子狼狈地瘫倒在墙边，仰天长啸。你果然在意他，你夺得皇位又有什么用呢？他还是死了，被你亲手杀死的。谢沉渊松开剑柄，接过了侍卫递来的新剑，发疯一般地刺向废太子。血又溅到了他的脸上、眼睛上，视线渐渐模糊，只剩一片猩红。
柳毅惊慌失措地喊他：“陛下，陛下，反贼已死。”谢沉渊回过神，看见一地的血，废太子死了，死得很痛苦，面目狰狞。柳毅想提醒他，毕竟是手足，毕竟是他逼宫，日后记在史书里不好听。谢沉渊说：“把他拖下去，继续行刑。”太医院上下几百人聚集在公道上，武阳县主已死，尸体都凉了，新帝还是不肯松手。他们用尽了办法，处理好了箭伤，但没用，只能让县主的尸体更体面一些。他胸口有血，身边的地砖上也有血，那2口血是新帝吐的。柳毅在一旁陪着站到了黄昏。陛下，这对名声不好啊，这又是一桩不好听的事情。武阳县主是废太子的未婚妻，2人换过更帖，订过婚期，世人皆知。谢沉渊如梦初醒，将他打横抱起，是对他名声不好。若有人传出此事，下场如废太子。谢沉渊几夜没合眼了，满眼都是红血丝。他催着工匠造出冰棺和机关，将他的身体好好存放。遥遥躺在冰棺里，面容安详，像睡着了。他听过他和神仙的对话，他也是神仙，他肯定会再醒来的。他会恨他吗？恨他没有及时收手，恨他让他痛了。谢沉渊睡不好，夜夜都是梦魇，有时候梦见他的死，有时候梦见他的从前。他蹲在地上，拍开他捡点心的手，脏了，别要了，我这里有干净的。本来想留给自己吃的，但是明天还能做。有时候梦见他的脸，他什么都不说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谢沉渊快疯了，他有时想杀人，想杀掉那些借着他名义接近他的人，但他不会希望他这么做的。谢沉渊不知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，但他不能做出让他讨厌的事情。到了苦处，谢沉渊开始信神佛，诵经祈福，求他回来，或者让他好好的往生。地下的机关响动，有人闯进去了。谢沉渊推开身边一摞奏折，手扶过还未干的墨迹，端起烛台，匆匆进了地道。他修筑的暗室里有个人，身影窈窕，似曾相识。谢沉渊缓缓地走过去，连呼吸都不敢。烛火凑近，照亮了他的脸与熟悉的神色。没人派我来，真的。一样的声音，一样的语气。他的心跳得很快，像是要从胸膛中跃出来了。是重逢，一如初见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